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师父好。我们这个1年1度的浴佛节就要到了。在2600多年前呢，我们伟大的佛陀释迦牟尼诞生了。在他到年轻的时候，有一天，这个觉悟的那种讯息来了，接近这个深山里修行达7、8年之后呢，顿悟了，觉悟了，开了大智慧，开了大天眼，用他的这个大慈悲、大智慧，去帮助众生，指引众生离苦得乐。我们都在庆祝刚才看到我们前面有一些广告片你像温哥华禅堂你看温哥华禅堂这里的明天吧，就是加拿大的第2天就是明天有一个浴佛游园会就弄得挺有意思的刚才你看我们的世界各地的马来西亚的那个叫 PJ 禅堂宝林禅堂其实我们各个禅堂都在做着这个关于浴佛庆祝佛陀圣诞的这样的吉祥慈悲的活动。你当今呢，其实家庭有子女的呢，其实有一点教育很重要。如果这个家长能够想方设法带领孩子一起去浴佛的话，我觉得这份吉祥的这个加持让咱们年轻成长中的孩子能够走正道得大智慧不走歪路这已经很好了我们听到遇到的很多希望求助的这个家长有些孩子真是就是觉得很难成器很难成一个人才那我看到的这个点呢，其实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怪家长。就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其实是家长不太懂怎么样做家长，怎么样引领孩子。因为很多家长就觉得不自信，说我文化低，或者说我受的是中国教育，今天流行的是西方教育，我也说了孩子也不听，或者我觉得不自信呢，我说了之后是不是有点很土了，早就过时了。其实都不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文化教育下，我们孩子能够立志成长奋进，做好自己的人生这一点无论东西方都一样。这个孩子走正路，早觉悟的话呢，将来就能成人才，金榜题名，事业有成这个婚姻顺利子孙满堂。这是所有世界的人都追求的。如果这个基本的这种追求期望都没有的话，这个家庭乃至子女会变成什么样，真的不敢说所以呢，欢迎这个有缘的朋友呢，能带上孩子一起呢去礼佛浴佛，这是非常非常吉祥的事情也许有一些毛病问题，可能在这个浴佛礼佛之后，就可能瞬间就好了，这都是真的是有可能的欢迎大家赶快去联系你在地的禅堂参加浴佛的活动，把吉祥带回家。那咱们借这个非常殊胜吉祥的这个佛陀诞生的这个美好这个时辰咱们给大家呢，今天一起来听我们聊天的朋友呢，来聊一聊，说一说，讲一讲佛陀的一些故事。我相信我们都是深受启发的。你2位美女，你们谁先来？觉真。好，师父好，我先来那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也欢迎网友朋友们在听的过程之中有启发或者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留言，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讨论那先带给大家的呢，也是古印度这个佛陀时代的一个小孩子的故事
在当时这个古印度王舍城呢，有一个商人的孩子，他这个商人呢，他去出海经商嘛，结果不幸遇难啊，就在海上就走了。那么留下这个母子2个人，生活非常非常的贫困。那这个小孩呢，大家都管他叫穷小孩。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穷小孩跟着他的小伙伴们到佛陀所在的竹林精舍，到那个门口去玩。然后呢，看到竹林精舍这个门廊下呀，就画着很多画啊，画着有天呐、天界呀、人界呀、地狱呀、鬼呀，还有畜生道啊等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形态。小孩看了呢，就很感兴趣。这个时候呢，就出来了一个出家人哈，就非常详细的把这个画啊讲给小孩听。那小孩在这个出家人的讲述之中呢，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无论是谁，如果不能够修到了生死这样的境界呢，那么生生世世啊，永远都是在天人地狱鬼畜生这个几道之中投生轮转啊。那穷小孩看到画中的地狱啊、鬼啊、畜生啊，都是非常受苦的，而且他就是生为人，那这一世的话也是非常的穷苦的啊。只有天上的天人是非常快乐的，是逍遥自在的，所以他就心生向往，然后就跟这个出家人说：“我以后也想去天国，那怎么样才能让我升天呢？”那出家人告诉穷小孩说：“那你要出家，你要那个受戒持戒，一定可以升天的。如果你努力修行呢，你还能够了脱生死哈，修到正悟的这个境界呢。”穷小孩想了一想说：“不行啊，我还要照顾我妈妈，我不能出家。请问除了出家，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升天呢？”那出家人说：“那这样你就在家吧，你做一个在家的佛弟子，受5戒就可以了。”什么是5戒呢？出家人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哎呦，这太多了。穷小孩说：“恐怕这些我没有办法都做到。那请问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另外的方法能够让我升天吗？”这个出家人呢，也是为了度这个穷小孩，心里想：好吧，那我还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接引他吧。于是就对他说：如果你能够真诚的去供养佛陀以及这边的出家僧众，那靠这个供养的功德也是可以使你升天的。供佛斋僧，那要多少钱呢？穷小孩虽然穷，但他觉得这个方法他还是可以去试一试的。那出家人说：我们竹林精舍呀，出家人很多，有好几百人呢。要是为我们办一餐来做供养啊，我估计要花费500个钱。然后穷小孩说：好，那我就这样做。其实500个钱对于小孩来说，几乎是一桩梦想不到的事儿，就像一个天文数字一样。因为他一天穷的就是1日3餐都吃不到，都吃不饱，到哪里去找这个500钱呢？可是孩子很有信心，就一口答应了。穷小孩回到家以后呢，也告诉了他的妈妈。他说：从明天开始我就去找活干，我到有钱人家去做苦工，一直要做到挣够了500钱的工资，我就去拿去供佛斋僧。1天2天3天，好几天过去了，他天天到街上去找工作做，可是都是因为年龄太小，没人要他。每天他只能失望地回到家。最后终于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大富人家在盖房子，需要雇很多工人，他就走了过去。可是那个富翁也不要他，说：去，小孩子，你能做什么呀？可是穷小孩说：哎呀，求你了，能不能让我先试1天呢？如果你满意，你就给我工钱；如果你不满意，你就不给我钱，那我明天也就不来了。哎呀，好吧，看你这小小的年纪又可怜巴巴的，就让你做1天试试哈。富翁终于对穷小孩开恩了。哎，这第1天做下来以后啊，竟然大出乎富翁的意料。因为这个穷小孩不但善于做工，而且比其他的工人做的又快又好。
还有他还特别会讲故事、讲笑话，他一边做工一边讲。那其他的工人呢，为了要听他讲故事呢，就跟着他一起工作，一起进行。这样工作一天下来，同样多的工人比以往的进度要快，工作成绩要多出1倍以上，而且大家一边干活呢，还很快乐，还不觉得累。这个富翁特别的开心啊！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对穷小孩和蔼地说：“好孩子，你还干得真好哈！明天你一定要再来哦！你就一直干，一直干到把这个房子盖好，否则的话，我可不给你工钱哈！”好的，工钱你就留到最后一起给我算好吧。这正是穷小孩求之不得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些小孩天天来富翁家来跟着盖房子，做了好多天之后啊，房子终于盖成了。结算工资呢，给了他450个钱，可是离这个500钱呢还差50个。穷小孩对着这个450个钱伤心的哭了起来，因为他想，除此之外，我到哪儿再去赚这个50个钱呢？他这一哭啊，富翁就不明白了。富翁说：“小孩，我又没有欺负你啊，你的工资我是1分1厘照算的，没有少给呀。难道你拿这个450钱还不够吗？”小孩说：“不是的，我是相信你是最最善良的大富长者，你不会欺负我。但是我是为了供养佛陀还有竹林精舍的出家僧众，我做了这么久，还差50个钱，你说叫我怎么办呢？”穷小孩说出他的心愿之后呢，这个大富翁被大大的感动了。富翁想，你看我这么富有，可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去供佛斋僧，而这个穷苦的孩子竟会以做苦工的代价用所有的钱来去供佛斋僧。于是富翁慷慨地说：“孩子别哭了，我给你补足500个钱就是了。”哎呀，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可是呢，这个穷小孩还是不能释怀，因为他不知道别人多给了他这50个钱，又不是自己挣来的，那是不是他能够升天呢？于是他又跑去问那个出家人，出家人说：“孩子，你会升天的，因为当你最初发心要供佛斋僧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你会升天了。”穷小孩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特别的高兴。可是高兴之后呢，又难过了起来，因为他们家太穷了，要是供佛斋僧竹林精舍无那么多的几百的出家人全部到家里来应供，他们坐在哪儿啊？坐也没处坐，站也没处站，然后又没有锅，没有碗，没有盆这个叉子勺子什么都没有，锅碗瓢盆都不够啊。2个人又愁眉不展了。穷小孩呢急中生智，他想，我盖房子的那个富翁家，他那新房子那么大可以到他们家去借一下呀，而且如果佛陀光临的话，还能为他们家加持新房子呢。于是呢，他就去跟富翁商量。富翁一想，哇，这个真是大福气哈，也就欣然接受了穷小孩的要求，就把自己的新家拿出来去供佛斋僧。那么到了供佛斋僧的前一天呢，穷小孩便到了竹林精舍，非常真诚、非常礼貌的向这个佛陀顶礼，然后呢请求佛陀慈悲，说能不能请佛陀带领僧众第2天到富翁的家里接受自己的供养。佛陀呢微笑着默默地答应了。第2天一早，穷小孩和他妈还有这个富翁家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进进出出全在忙啊。富翁全家乃至每一个奴婢打水的打水，劈柴的劈柴烧火的烧火，洗菜的洗菜，煮饭的煮饭还有摆桌子摆那个盘的还有这个布置的，还有这个铺路的、洒水的，都在恭迎这个佛陀的以及僧众的光临。那么都准备妥当了之后呢，穷小孩又跑到竹林精舍，再度请佛和僧众前来应供。在小孩的带领下，佛陀领着庄严的僧众队伍，慢慢走到了这位大善人家来应供。佛陀也非常赞叹穷小孩，也赞叹借给他新房子的这个富翁的一家人
啊，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开心。哎，吃饭的时候啊，神迹出现了。穷小孩亲自端着上庙的饮食，一次又一次的给这些僧众们来回的添饭。可是桶里的这个饮食啊，却始终不见减少，一直到所有的僧众全都吃饱了，他预备的饮食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多。饭后呢，佛陀为穷小孩还有这个富翁一家人说法开示。之后呢，就带着弟子们回到竹林精舍去了。看着留下来这么多的剩饭剩菜，穷小孩又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又开始怀疑，哎呀，是不是因为自己业障太重了，所以我做的饭，你看佛陀跟僧众都没有吃完呢。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自己又不能升天了呀？他就在这儿着急了哈。其实呢，佛陀显示这个神迹是有原因的，因为当天呢，正好有一大队500个商人从远处来到这一座王舍城。可是那一天呢，正好赶上这个城中是一个节日，所有的饮食店呢、餐馆啊，全都停业休假。500个商人找遍了王舍城，都买不到吃的东西。最后听说穷小孩供佛斋僧之后还剩下大量的饮食，他们便来要求穷小孩说，要不然你把这些食物卖给我们吧哈，我们给你钱。穷小孩呢，因为他是为了供佛办的这些饮食啊，所以他就说，哎呀，那你们就吃吧，我不收钱。那500个商人非常感恩呐哈，他们吃饱喝足之后呢，那商人的首领啊，就为了感谢穷小孩嘛，就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你住在哪里呀？你的父亲姓什么呀？叫什么呀？殊不知这一问之下，原来穷小孩已经去世的父亲竟然是这个商人首领的老朋友。那穷小孩呢，正是这个商人首领就要找的那个孩子。因为穷小孩的父亲呢，有一大笔遗产托付给这个商人的首领，要交给自己的儿子。除了这一大笔遗产呢，那由这个商人的头领带头，500个商人每个人都拿出了一件珍宝赠送给穷小孩，表示感谢。顷刻之间，穷小孩的面前便堆起了一个山一样的那个宝物堆呀。他在半天之内啊，变成了整个城中第一大富翁啊！正好呢，当时城里边的第一长者也刚刚去世了几天，那穷小孩呢，便被全城的人民推举为了王舍城的第一长者。穷小孩的名气渐渐大起来了，他的财富还有他的事迹也被当时的国王知道了。国王呢也很赞赏他啊，还邀请他去做大臣。那他长大以后呢，以前雇他做苦工的那个富翁又把女儿嫁给他做夫人啊。从此啊，穷小孩的福报一天天的大起来，财富源源不断呐。在他家里，一切的珍珠宝物都会自然而生，他有多少财富自己也数不清。因为他太善于生福生财了，所以大家也不再喊他穷小孩了，而改称他为叫善生长者。这呢，就是在佛经中记载的善生长者他年少时候的这个生活的经历。后来呢，他也皈依了佛陀，也受了5戒，成了佛陀时代有名的一位护法居士。就是这么一段哈，特别有趣的故事。很有意思哈。是一个小孩子，就是他是担心什么呢？担心一直受苦，对，甚至死了之后下地狱。对，他换的这画之中，上头还有天国，对吧？那么美好。他怎么样去天国？这是一个孩子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期望哈。是的，很有意思。香可，你能想到什么吗？就是他年纪那么轻，他一看见这一些图，就是天堂地狱这样子，他就心生向往，想要去天国，也是挺有缘分的。对吧？就是他挺有善根的，就是可能他的
跟他一块儿去的小伙伴们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说看了这些话之后要升天国哈，可能看看也就跑开了。对，真是叫缘分了哈。对，对。但是他就心生向往，他在心生向往呢，他不是想一下就拉倒了，他就要想找一些途径，对，是，他就一直问那个长者，就去做点啥，他就问出家人说：“我怎么才能这样子？”对，对，是，对，而且就是出家人告诉他说，就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要去供养了。一开始出家他做不到嘛，因为他是个孝顺的孩子，还要去跟妈妈对，还要赡养妈妈对，那他做不到，他也如实的讲最后说那你就供养哈，然后说多少钱呢？500个钱，那对他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是，这500个钱哈，对一个孩子来说根本就没有。他连1个钱都没有。对呀。所以他一开始听到500个钱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对，是但是他知道，如果通过特别的努力的话，可能能挣到这笔钱。对，他还是一口答应了，而且就要找办法，我要挣到这个钱，对，很有决心。但是他是个孩子，所以你说要干活哈，在那个时候没这个法律说不能儿童去干活，对不对？对。现在很多国家都有个儿童保护法，是。那你不是超过17岁的话，不能去工作。所以呢，这个孩子找工作也找不到。对。为啥？你力气小。对，又没眼力，是吧？是，又不会，所以你就添乱了。你还干什么活啊？所以一般都不会要的。对。所以这里也如实讲了，就是找了很多家人都不要他。是。但是呢，后来在一个看那个大善人富人呢盖房子。对。就给人说一说，是吧？结果呢？你先试用一下，我干的不好就对你不要我。所以这个富人也是挺善良的。对。结果试一试，这小孩呢很能干。并且还会讲故事。对。所以一边干活还讲故事，是让这些工人都很开心。对了。这个一开心呢，可能这个疲劳呢也是缓解了。对，而且工作效率还高。是，大家也没人偷懒了。大家都喜欢他。但是他呢自己本身就是个挺勤快的人哈。是的。也挺能干活。所以老板呢和工人朋友都喜欢他。对。好不容易凑到了这个450。对。这个数字哈，450。这450就是差那个50个钱儿。对，他又哭了。差10%。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又哭又难过。他这个老板不知道他为啥哭啊？对。为啥来打工啊？对。结果一说，我要供养这个竹林精舍的修行人，是供养佛。把老板感动了。这老先生也被感动了，说干脆我帮你出这个钱吧。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顺便度了人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这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人找什么人哈。就是你的真诚哈。如果你真诚的信仰，真诚去做的时候啊，本身就有了感召力。对。这叫感召力就产生了。当然，这个富人他也是蛮有这个慧根的哈。一听说好，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儿做这个供养。对，就出钱。现在咱不说另外这个人，咱就说这个孩子，这个善行哈，感动本身就产生了感召力。是的。感召了别人。对。从一个另外这个富人虽然富，但是他可能之前没供过佛，没想过。所以被一个孩子这个给感动了。从此之后呢，他就可能会供佛。是的。走了第一步步哈，做功德的第一步。对。所以你看，自己做功德，顺便还度了人。对。这厉害啊。对。其实我们一般都想不到，说我去做一件功德的事儿，还能去感化别人。是。其实这个孩子也没想到。他也没想这样。对。他光顾哭了嘛。对。可是钱挣到了，这个时候难处又来了。钱挣到了，自己的小屋太小。对呀。你是500多个人是吧？放不下。那怎么成啊？就想到新盖的这个房子。这个富人家院子大，房子也大，又是新房子。对。新房子意味着干净的。是的。对，所以顺便就连
给这个房子哈都带来了佛光呢。是的，所以给人家妇人一说，是吧？就夫人又答应了。夫人觉得这真是个吉祥的事情，是吧？要不然花钱都请不来啊。是，哎，赶快吧。所以这个妇人也确实挺有觉悟的。对，是，这个妇人，也确实也挺有福气的。就这样，因为佛陀这个僧众到他家来嘛，他家就是一家老小，加上他所有的奴婢们，其实也都是一起又跟着做这个功德哈，做饭呐等等的哈。对，又度了更多的人，其实是，结果呢，那一天就又发生了一个神迹，是，对，就是他在供那些僧人的时候，他发现，哎，怎么我盛上去这碗饭啊，哎，大家都吃饱了，哎，怎么那个，哎，原本准备的还吃不完，好像自己都添起来这样子。对，这个听起来很传奇哈。对。可是小孩又苦恼了，他说：“那这样的话，大家都没吃完，是不是我做的这个功德就不圆满吗？我又不能升天呀？”他究竟这个细节说明他很真诚。是的，他好怕做不到嘛。是，他说这个会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你家那个钱用不完，饭吃不完呢？很有福的人，最起码是个特别有福的人，是吧？你看人呢，忙忙碌碌，其实就是为了吃饭啊。因为你这一天3顿饭，我就说减肥的话也得2顿饭吧，对不对？是。哎，所以这你每天离不开吃饭的，就是人活着这一辈子离不开饮食啊，民以食为天哈。哎，所以这个如果一个有福的人哈，就是你家那个饭那个粮食哈，是吃不光吃不尽。哎，其实在我过去听说的一些个别修行者哈，有福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对，像我们在小时候跟师父一起给别人这个倒茶的时候，那酥油茶、奶茶他倒的时候，当时我抱的那个壶，我觉得就是小茶碗最多倒10碗。最多倒10碗倒满，这个壶里的茶就应该倒光了，啊！我这个前后再有重复倒的哈，至少要倒了50、60碗，哎，这个壶里还是继续有茶水的。其实有时候这个神迹哈，它就是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会产生。对，如果真是一板一眼的用科学角度看它，这个是理解不了的。所以这个小朋友呢，这小孩呢，就发生了这个事儿哈。对。然后他这个闹半天呢，后来就是，这个佛陀为什么要给他显示这个神迹哈？原来还是有原因的啊。他剩下的这个饭，原来是有一个500人的商队要到这个地方来啊，又没有东西吃，那么正好呢，哎，就跟他又结缘了。又把这个饭500人又吃了，也是个善缘呢。对，后来那个首领找到他，然后就原来就是他要找的人，他父亲的朋友来着。一位巨大的来自父亲的遗产。是。你看这个就这种善良慈悲撞到一起之后，对，你看又引来了大福报。对，对。这个父亲的第一大笔遗产给了孩子，这些商人呢又得感谢这个小朋友是吧？对，又是朋友的孩子，对，因为他是个孩子嘛，所以每个商人给他一个宝物，是，他立刻就成了全城最富的人。对啊，哎，你前后用个数字对一对哈，500个钱，500个商人，是500份礼物，好玩吧？啊。对，再加一份大遗产，后面好事还有呢。然后国王又后来他就全城人又推举他做这个第一长老第一长者。师父，什么叫长者呢？长者哈，长者我觉得就是那个酋长，就是民选酋长。酋长就是一个部落长。说咱们那个时候没有确定的一种城市概念哈，在古印度时期。或者这个区域的这一片住的人，他要选一个首领，
如果没有一个首领的话，等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进行调节或者指导的时候啊，谁都不服谁，大家住在一起一定会变成紊乱。所以从自然的这个一小伙人都会慢慢变成一大群人居住在这个地方，当人多了就变成城市了嘛。那个时候没一个市长的概念。所以其实等于一个酋长或部落长。这种大家都推举这个小孩哈，人又正直，对，又聪明，对，又富有，又乐善好施，是，所以就让他当咱们的这个酋长吧。就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他就特别有威望哈。对对对，大家都服他。对，这个长老不一定多老。这代表着什么呢？有说话的权利。比如说给皇帝汇报个工作说给人民这一个居住的区域当中发布一个行政命令啊，大家会听他的。对，你看他先当了这个城中的长者，结果后来那个皇帝、国王又听到了，又找他去做了大臣。那肯定啊，有这么号召力的人，对，是不是啊？你看马斯克这么能干。是吧？这总统就是说，来，你给我当个干部，帮我干点什么？对，就是这样帮助他治理国家。对对。是。然后后来呢，他长大以后呢，又娶了这个富翁的女儿。对，那都是个小事儿了，就是。对。不知多少个富翁希望把女儿嫁给他。那可能。是不是对。又孝顺又聪明又能干，这种小伙子是人见人爱呀。是。对。所以他就是特别的富贵无比啊，哈！对，而且他家中都能生出财宝来。对，这才叫大富大贵。是，所以呢，这前面这位修行者哈，给他讲的500，原来有这样多的一种伏笔呀，在后面，是不是啊？就是500个富贵的商人，是，对，有一大笔的富贵的钱财，在等着他。我觉得这叫现世报啊，对，对不对？一般很多人一说因果就想着前世今生的事儿，对，因为这个小孩就是现世当世就获得了这大富大贵的果报啊，是，这个厉害。这我相信是很多人乐意的哈。对，我希望我现在我做个善事，立刻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果报来。对，是，就是从他就是很听起来很巧合，其实很真实。比如说，就是那个500个商人，那商人头领来到城中找他的话，哈，这个也不知道在哪儿住或者怎么样，其实是很难找到老朋友的这个儿子的，对不对？对，正好结果碰到就是有这么个事儿，他们先来吃饭嘛，对吧？吃完饭这么一打听一聊天，哎呀，你看是不是一下子就找到了啊？对。不然的话，说不定还找不到他这个遗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对，所以就是种得善因，就自然得这个善果。其实他所有的这个后来的好，就是源自于他当初就是他那个长者一跟他讲，就是那个比丘跟他讲，就是你要供500钱，他立马就答应。虽然他当时没什么钱，其实我觉得这挺难得的。然后他后来的所有的好处都源于他当时候那一个善念。是，就从这个故事我们看的话，正是大家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哈。就是一个穷的叮当响的一个孩子，是做梦都想着要赚的钱，对不对？对。人越穷越希望自己富有嘛。首先第一个就是满足自己的这个食欲，要吃饭才能活着嘛，对不对？可是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这个本地当中最富有的人呐。其实这都是几乎所有的男孩的梦想哈。对。但是让人家这小孩子实现了。痛快。对。刚才师父讲就是说他这个神迹，这个盛饭就是不见少嘛哈。师父也说这个都是有福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哈。这是大福的人。大福的人才会有这种，但是小孩他自己不知道。对吧？而且他当时的情况下还是那么的贫穷，对吧？是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他日后会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哈。不知道。对，所以他还很担心，就说：“哎呦，我这样是不是我功德不够，业力太大？”哈。对。所以就是想说，
我想问什么呢？就是说这种神迹它的这种出现，它需要什么条件？对，就是它代表的这个，它不是说出现在那种大富大贵的人的身上，而是出现在这个穷小孩的身上。但实际上，这个穷小孩他未来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但是他还要受穷，他又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前世积累的这些善因，才让他这一世会大的富贵呢？还是就是这一世他自己带来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一世本来他是个穷小孩嘛，但他怎么会这么大富大贵呢？我觉得，如果咱们用人世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来对比的时候，来做一下这个交流对比哈，也许就理解了。你比如说今天同样一个年轻人很穷，对不对？对。但是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到一个大富人的环境里头来工作。但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富人，比如说手机啪掉到地上了，一不小心就掉到下水沟里去了，是吧？那正好有一个穷孩子在这儿，我帮你捞吧，你穿这么干净笔挺的，对不对？是。你捞起来之后，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掉了之后，富翁不知道，还在往前走。对。那一个手机或者还有一个金表掉下去了，那很多人就会自己藏起来，对不对？所以我都穷成这样子了。我说实在话，就是有老天爷的话，有神灵的话，我这么贫穷，我就是把它藏起来，换点饭吃，也不以为过吧？是，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穷孩子捞出这个手机和手表之后，老板，你这个东西我掉到这儿了，我给你捞出来了。有人看到这个事实来说的话，这孩子这个品德不错呀。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在哪工作啊？是告诉名字了，可是我就没工作呀。没工作，我在这等着这儿挨饿呢，看看谁能给我点饭吃。就这样的，来，走吧，到我那儿去吃去。因为你的诚实，就认识了。对。等认识之后，看他吃饭的时候吃的还挺香，吃完了之后能正常聊天了，说你在找工作是不是啊？那你会做什么呢？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正经的会做的技术，对不对？但是我为人诚实，实在不行看门看仓库都可以啊。对不对？你一来二去就和这个富有的人就接触到一起了，是吧？接触到一起之后，就有可能会翻身。对。咱们假设，结果呢，隔了1个月以后，他帮他看门吧，既没有什么技术一技之长，忠诚啊，这个时候有坏人想绑架这老板，这傻小子这半夜值班说那不得了，你绑我的恩人，我打死你，我跟你玩命，对不对？就要把绑匪真的打跑了。这个老板一了解，真是这事儿，这绑匪不是演戏的，这真是说有他，过去经商之中的仇家，买凶来绑票杀人，对不对？结果被这个穷小伙给救了，那商人正好也没儿子，你干脆给我做个上门女婿吧，是，对不对？对，你还救我一命，至少是救命恩人呢，对不对？就像股份似的，我给你1/10的股，我这有10个亿的财富呢。你看，一来二去他就有这个机会。咱说，我在编在假设是在人世间，你和一个穷人和一个巨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有光沾，对不对？是啊。那你又有一个很好的品德的话呢，对，就有机会就成为一个至少是不是穷的人。对。那么他在供养佛、供养这些高僧大德的时候，那他们的那种威德是多大呢？就更大了。可是你做这一份供养的时候，你供500个钱的时候，其实就500座金山已经在你旁边准备好了，这就是属于你的。因为他供养的是佛陀，是出家，是修行人，没错但是这500座金山让你慢慢的花而已，其实你已经成为大富大贵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当时问那位修行者的时候，修行者就说了：“你有发这个心的时候，其实
你就升天的这件事儿已经决定了，就是升天的门票已经买好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而不是在于后来说差50个钱之类的事儿，就不能成功，不能升天吗？不会的，就你，所以在佛教是讲究发心哈，心中发出来的一份真诚，发出来一份恭敬，哎，你就会获得福报，这讲的是这个哦，对。所以在于你供的，这是如果通俗一点说，就是供的是神人了。对，这个神想让你富，那不就是一个意念的事儿？太容易了。就是让这小孩变成富人，就他心里想一下，一瞬间，接下来你就是金山银山花不完的。就是这样。理解了，那再讲回到我们现今世界社会的话，哈，当时因为是这个佛陀时代嘛，那穷小孩非常有幸，正好他居住的这个城市，人家佛陀竹林精舍就在那儿，他还是很有这个福德的，认识佛，能够亲见佛陀，认识佛陀啊，去请求应供的这个事情。那像现在我们那没有佛陀这么一位伟大的生命，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道场，有很多的出家人哈，对，很多的这个修行人，在家的、出家的都有了。那我们供养这一些大成就者，供养这个道场、修行的道场，是不是就跟供养当时的佛陀的功德一样大呢？大约是。对，只要是真正的修行人，利益众生的这个道场和修行人的话，我觉得功德是相等的。感恩师父。太好，那我们现在也是有机会的。是。对，因为刚刚有看网友留言说，那他因为供养的是佛陀呀，哈。对，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供养真正的修行者，如同供佛。因为他。就是早成佛晚成佛的问题太好了。在佛跟前的这些弟子哈，其实都就成佛了，是一样的。那师父刚才还有一个网友有问说，这个小孩呢，他这份供养其实是目的很明确的，他就是想升天那他这个还是说是算是有所求吗？他这个有所这个求的话，他的供养的功德会打折吗？不会那为什么呢？这是人之常情哈。就是他是个贫穷的孩子，如果他没有饭吃，说不定被饿死，对不对？所以一个贫穷的人就想变得富有，是的，是不是啊？但是他想不出富有的东西来，因为他看了一个图，这个图当中是不是啊？有畜生道，有贫苦的人道，有恶鬼道，还有天道。是吧？到了天道，一切都是吉祥美好的，是，对不对？我在人道，我还不是畜生道，我在人道都这么苦，所以说，他就在问那位高僧我怎样才能到这个天道这儿来呢？对不对？对。说出家吧不行，我还有老妈要伺候，对不对？那所以的话，到了最后一个条件说，那你要供养。供养就是花500个钱，对不对？人家努力去实现去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奢求。这不是奢求，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的人的一个需求，是合理的。感恩师父。那可能我们以前就是也有的一些同修，他说，我也供养我也供佛呀，供灯哈等等。他说可能我总数出的这么多的钱，可能比这个穷小孩这个500钱还要多呢那为什么我所求的那个一些具体的愿望没有达到呢？这个对比就不一样了哈。首先一个，比如说你当今的这个，比如说这位老阿姨哈，这个老阿姨呢，66岁了，她的存款，比如说我们乱说哈，有一个豪华别墅住着，没有贷款，又存了1-2千万美金，对不对？其实你今生其实也花不完这个钱，是。但是你点灯的话，花了1-2千或者300-500，对不对？那和你的拥有的这个资金的话，你才花了多少钱呢？那这穷小孩他有多少钱呢？他没钱，没钱了，是个零是。他没有存款，甚至多余的粮食都没有。对。而且爸爸也死了，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财富，对不对？是个零，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拥有的这个财富。他就是个零。这个从零。他就拼命去劳动，拿出了500个钱，对不对？和你一说存了2000万，住了大别墅，
说再拿500个钱相比的时候呢，不一样了。了解了。对呀，所以是你的发自内心的那个真诚和胆识，对不对？所以人家是不是100%拿出来，是再额外创造出500个钱来供养来。是。那你一个富阿姨的话，你存了2000万，你拿了个1、2千、500-600，这个它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对不对？对。哦。这样简单的数，你超过这个500钱，你也没这么大功德，因为你还有更大的存款。是。对。真诚心不一样。你的发心是有巨大折扣的。理解了。因为普通人都想着就有点像买股票一样，就我花2块钱，希望明年它变成200块钱我的股票，对不对？我2块钱买的，希望变200。买股票的人不都是这么想吗？是的。可是，在佛菩萨前上香的时候呢，上3炷香才多少钱呢？最多1毛钱，对不对？对呀。但是我成就的时候，让我儿子考上哈佛，让我老公再多挣2000万让我买上那个最好的房子。你看你才花了多少钱在供呢？对不对？1毛钱花了都希望获得上千万的，甚至超过1000万这么大的一个回报呀。是。这个比例太有差距了。对。和这个穷孩子比的话。是。对。所以这个功德就不同了。感恩师父。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听众中有很多的家长那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这种大富大贵之人对，然后我们听这个故事呢，这个穷小孩就是很有慧根这个佛缘特别的深厚那也想替这些家长们问一下，请教一下师父，怎么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培养这一份善根呢？或者说这个善根能培养吗？还是说是与天俱来的呢？佛陀给我们讲的道理当全用于不同的宗教来说，大家会把这个佛的讲的这个道理呢，都当做一个宗教的教派来进行来划分，或者来打上这么一个名称，说它是个宗教。其实佛陀讲的这个道理是个什么呢？是特别公平的一个自然的道，也叫自然的科学、自然哲学。他说，就是今天，比如说你变得聪明，因为你读书多，对不对？对。说你手艺好，你学易经，你勤奋跟师父学习做什么样的手艺，所以你这个手艺很精通。比如说你拜一个老木匠为师，从小一学就是10年，师父做的家具，很漂亮，你将来做家具很漂亮，就是非常可以理解，对不对？你是勤奋学来的。是佛告诉大家这一个道理。那你这个富有的，所有富有的人有他一个特征吗？是不是你首先你从小孩子来说，这个父母亲有一个叫做正确的培养，人生观、价值观，对不对？是。比如说你就是游手好闲、吊儿郎当，拿着父母的钱乱花乱糟，长大这孩子就是废材。那父母亲有经验做父母的呢，那为了把孩子培养好呢，说叫做携子行善，带着孩子一起去礼佛，一起去做义工，为道场去做服务，带着孩子一起念佛念经或者做祈福。你是有这个善行，孩子一般不太乐意，是吧？总觉得那个是老人做的事，所以很多家长说，你既然不去就算了，你不去我们去。是吧？说只是说家长只是代替孩子做功德，这个是一个浅表的一个部分最好是带着孩子一起去做。所以我讲的这个道理呢，从佛法来说，它是非常可以容易上手、容易理解的这个道理。是的。就是你的富有、你的成就，其实是一个慢慢学习培养的这样一个过程，你就将来就会，是吧？多培养了智慧，将来就有智慧。对。多培养了手艺，将来就有好手艺，挣钱养家。对。它并不仅仅是那个一蹴而就的也不倡导是说今天有灾了，你赶快来叫临时抱佛脚，是不是赶快上3炷香，我就把大灾难解了。所以佛菩萨也有这个愿望，没关系，你只要有灾我就救你，对不对？是。但是呢，从根本成就的法则来说呢，我更相信是说，你的功德
和学习，它是慢慢培养的。嗯，对吧？你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将来你去行善道，自然的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等着你去做，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不知道我说的你是不是有点说糊涂了？理解的，就是说这个是可以培养的，尤其是对于父母来讲的话，要带着孩子去做善事啊，积功德，这样的来影响孩子啊，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会了。对，这个也是符合佛法的这个根本的。你像当今很多父母哈，都是叫随波逐流，学的有很多，其实对孩子不一定有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你这个读完书了，尤其是亚洲孩子哈，那父母亲就想着，要不来个体育课，打这个球那个球去选择，那还有呢，要不就是这种才艺课，身材好的学跳舞，对，嗓子好的学唱歌，对，乐器，对，你弹钢琴，我弹钢琴，我觉得学弹钢琴是最没有意思的。你到哪里表演的时候，你背个钢琴呢，背得动吗？去呀，对不对？所以赶的时髦都赶错了，是不是？所以就是有时候在做一些看似一些表现自己能力的这种才艺哈，不一定是个好事儿。你还不如说让孩子去走正道。如果你带孩子去一起念佛，对，带孩子一起做了个义工，对，带孩子一天捡了一些废塑料瓶子去回收，等等，这些更有意义。对，知道吗？关键时候不是才艺救了你，关键的时候是品德救了你。是的，对，对，所以父母要言传身教，自己以身作则。对，很多把孩子给教废了的家长呢，通常总想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叫个人能力，但是就忽略了个人德行。是的，对，因为家长没想到，家长说你只要有知识、有才艺、有基本的能力，你一定有饭吃。对，有很多时候，在这种大的这个大灾和大这个功德的时候，还是靠的是品德。是的，这要让孩子取得一个更好的成就，就培养一个好的品德，远远胜过培养了他的谋生技能就是品德更贵重。对。那这个穷小孩这个故事，真是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就是不仅说对孩子有启发，对我们父母更有启发。对，我们也要向这个穷小孩学习哈，真诚的去做供养没有这个额外的所求的而且同时还要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做。对。我们现在直播有网友留言，他说那个有马来西亚很多的父母经常会带孩子去寺院，然后带去寺院的时候呢，就会把钱给孩子，让孩子投到功德箱里，然后慢慢孩子都养成习惯。他们每次到寺院就会做一个小发心这样子，这样子就是慢慢也培养他就是这个做功德的这个好习惯，然后为他的那个将来积了一份福报。是，对，是我们世界各地的菩提道场呢，其实有很多父母非常聪慧的有大智慧的父母呢，都是带着孩子一起来做些善事。对，尤其是在浴佛这个节日来的时候来让孩子来跟你一起浴佛是特别的关键，特别有意义。是，这让很多看似废了的孩子将来呢能够独占鳌头，对，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对，学到自己最心仪的专业是，对，所以我们这里倒是有这样一个风气对，真是挺好的。对，我们机构里边这样的孩子是非常多的，非常多这样的父母是非常多的。对，就是带着孩子来做善事，然后同时沾佛光，是跟佛结缘然后让他的未来特别的美好。是，像我们上一次那个直播有说过一个见证，我记得就是那个孩子从小就忧郁症，然后那个读书也不太上进然后也不出门，然后妈妈也拿他没办法，后来妈妈也一直供灯供佛，有一天这孩子就开窍了，就愿意学习了。对，后来还考了特别好的成绩。对，这甚至再强化一点如果来禅堂，你像之前咱们办那些青年营是，那有不是都那样有个别孩子的话，已经都是学校都不要了。
对对吧？叫学校开除了，对，是吧？但是呢，有的学了1、2期之后呢，就是不但回到学校上学，并且考上非常知名的大学，是想不到的。是，就是想不到，很多孩子是家长实在是没办法了，对服了，已经是没办法，无药可救了。对然后就送到师傅这儿来，就求师傅说：“哎呦，这教育教育哈，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啊，那家长想不到，我们看了都非常的欢喜，真是对，所以呢，在咱们这学过的呢，孩子不管怎样哈，这个提升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很快。对，而且真是想不到，就是一般都是父母、老师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他沾了佛光哈，对，在师父这样一位大修行人的这个指导之下，一下子就开窍了，就很神奇。对，就好像刚才讲故事中神迹出现一样，就是这样。我记得几年前呢，你像我们在马来西亚开的青年营，对，中有那个打游戏，我那是很多孩子都有问题哈，家长都发愁的，对，哎。那有一个是新加坡的，好像是兄弟俩之类的，对，有一个不知是哥哥还是弟弟，他那个成绩糟糕的呀，这是老师啊都觉得你给我丢人，你跟我这个班让我丢人，你跟着我的话让我工作都涨不了，老师很没脸，这孩子确实很笨哈。你参加青年营之后，青年营之后，考多少个 A 是吧？对，3个月以后，好几个 A， 对，也就是最高分了。是，完了他兄弟都觉得纳闷儿，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对，那么确实是真的呀，就是真的，对，对，这个真是，所以。不是说我们厉害，就是我们给他一些引导教化之后呢，这孩子开窍了，是开了窍之后，这孩子是个好孩子，是的，根本上是好的，是。但是呢，如果不开窍不回头呢，学校已经把他赶出来了，对，把他家长给愁的呀，是的，啊，那真是死的心都有。这个孩子现在都大学毕业了，都成才了，都成人才了，非常好。所以你看，我们早期这个青年营的孩子哈，今天成为艺术家的，成为这个医生、律师、对，企业家，还有建筑设计师，还有这个 IT 人才，对，很多都是优秀人才，是的，对，所以我们都其实也觉得还有点小小成就感啊，真的是，所以哎呀，真是看到这个神佛的这个所谓的神迹啊，就是帮了好多孩子，对，所以我刚才解释的意思是个学习教化的过程，理解，就是他没有学过这个课，他就不懂这种事，他听我们讲这堂课，他突然恍然大悟，立刻开窍，就立地成佛。对，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个教育的这个力量哈，它还来自于谁？它这个威力，它这个摄受力是不一样的。那不然的话，家长也在教育，学校的老师也在教育，那他咋还不成才呢？成废材呢？但是就是接受了这种修行人，就是神佛的这种力量啊，到了他身上之后哈。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就是跟常人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对。也许，那至少我们呢也是非常用心的去教，再加上佛菩萨的加持哈，是的，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这个，就是快速的改变哈，真的很好，对，那我们今年的话也是哈，7月份会有一个菩提禅修的青年营，对，我们报名的消息都已经发出来了哈，这个报名非常的踊跃，我们现在的话。我本来都不太想说这个事情，怕招的人太多了。可以了，就说这么多哈。咱们往下说吧，往下说。好，往下。好的。那师父这边还带来另外一个，就是佛陀时代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关于佛陀一个大弟子叫目犍连尊者。然后目犍连尊者就是佛陀弟子中神通第一的一个大弟子。那这个目犍连尊者呢，他有一个弟弟。他这个弟弟是个大富翁他的弟弟呢，就是在迦毗罗卫国是人所周知的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说万贯家财富可敌国。
但是呢，这个弟弟呢，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啊，他就是非常吝啬啊，他觉得说，哎，我赚这个钱也不容易啊，那我就要把全部的财都守住，那他也不肯去救济穷人啊，也不会说平时看到有一个人需要帮忙就去帮啊，他就喜欢说他有一个仓库，那以前没有银行嘛，他就把他的所有的财富啊，还有金银珠宝都放到这个仓库里，然后每一天呢，就看着这个仓库的钱越变越多啊，那他觉得这样子的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开心啊。然后呢，目犍连尊者呢，他当时已经跟佛陀学习了嘛，然后他就就是他知道他弟弟有这个情况，那有一天呢，目犍连尊者呢就去找他的弟弟啊，然后他那看到他的弟弟呢，就是守着这个一整个仓库的金银财宝，那就目犍连尊者呢就对他弟弟做了一个开示，说弟弟啊，你现在每天拼命赚钱哈，那你要知道，一个人钱越多，名气越盛，其实危险更大呢。那他弟弟听了这个就非常的觉得非常莫名其妙，怎么我钱越多，你还说我的那个风险大呀？那目犍连尊者就说，弟弟你不知道啊，你有那么多钱，那这个城谁都知道你就是一个大富翁啊，那些小偷那些强盗，他们就肯定是盯着你的钱啊，那你不会就是给你带来很多生命的危险呢？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贪官污吏，他们知道你有钱，可能就会给你加一个罪名，给你头上一戴，那这样子你就人财两失了。那还有一个危险，就是你别看你这个仓库好像挺牢固，那如果说发生什么水灾火灾之类的，一下子就把你里边的东西全都弄没了啊，你不就也人财两失嘛？那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很多一些大富大贵的一些家庭啊，都出现一些不孝的子孙，因为他们呢就一生出来就是很多钱啊，那他们也不用去劳苦，也不懂赚钱的辛苦，所以养成一些贪吃懒做的坏习惯啊，然后每天就买一些名牌东西啊，花天酒地啊，赌博啊，喝酒啊，对，然后就把你的这个钱都给糟光了。哎呀，然后弟弟最重要的是，你那么艰苦的就是赚那么多钱啊，守住那么多钱，但是你现在已经快到中年了，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免不了一死的。那等你就是一死之后，你这个钱一分也带不走，唯独带走的是你那些因为贪欲跟吝啬所造下来的罪业，会紧紧的跟随你啊，让你就是往生之后还非常的受苦，那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呢，弟弟啊，我劝你说啊，你趁还活着的时候，你要多做善事，尽量布施，为你的未来去培育一些福田。如果你现在听我的劝告的话，那你将来的福报呢，一定是无量的。那就是弟弟听了目犍连就是他这个哥哥的这一番开示嘛，然后他也知道，那目犍连尊者跟佛陀学得很好啊，那他就说他也挺尊敬他的哥哥，他就说好，我听你的哈，那我现在呢就开始做布施，我但凡遇到什么穷人呢，我都给他们施舍钱财，那一些吃不上饭的人呢，我就买粮食去施舍给他们，那有什么出家僧众，我也去做一些布施。那所以呢，这样子就是日复一日，他就慢慢把他这个仓库里的钱呢，都拿出来做一些善事了。但是呢，就是他弟弟还做了一件事，不是那个目犍连告诉他说，他如果做这个布施呢，他就会得到福田嘛，他还有无量的福报啊。他弟弟心里就惦记着这个事情，那他就是在做布施的同时呢，他就让他的工人在城的另外一边呢，去盖另外一个很大的空的仓库，他就说，等我这个仓库的我原本这个仓库的那些钱财都布施完了，那我哥哥答应我的那些无量的那个福报就会到我另外一个仓库里面去了啊。他弟弟是这么想的哈，
所以呢，他就慢慢来日复一日的做这个布施哈。然后不到1年呢，他就是把他仓库里原本的那些金银财宝全部都布施的空无一物了。那这时候呢，弟弟就想说啊，好，那我就做了那么大的供养了哈，那么大的布施，那我现在呢就到我的另外一个仓库来看啊，就是这一边呢，我的福田呢积了多少，到底有什么那么珍贵的宝贝啊等着我。然后他急急忙忙跑到了新仓库去看他的福报，然后将门一打开呢，看里面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那个弟弟看到这一幕呢，特别失望，也特别生气。他觉得，这个哥哥怎么骗人了呀？就是他不是说我把那个原本的财富布施出去，我会得到更多的福报吗？然后他就气呼呼的回去，吃不下也睡不着。然后当时呢，目犍连尊者就是他哥哥正在参禅中嘛，他也感应到他的弟弟就是现在也特别烦恼。然后呢，目犍连就跑到他弟弟住的地方去给他安慰说，那弟弟呀，目犍连尊者就告诉他弟弟，你现在啊，你这一次做的这个大布施所造的福报是无法计量的，如果福德有形象的话，虚空之大也容纳不下的。可惜你现在肉眼看不到，但是我有神通，我就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看你所得的一个小部分的福报吧，一小部分的福报。那尊者说完话之后，就搀着弟弟，然后用神通力飞腾上空，一眨眼呢就到了六雨田。然后到了那里呢，他们看到眼前有一座非常豪华的新宫殿。那这个宫殿呢，到处都是那些金银珠宝啊，就是美食啊什么，就是应有尽有，就是比原本这个弟弟有的所有财富都大好几倍。然后还有很多那个特别漂亮的美女啊，是。那个弟弟看了特别高兴啊，他就问说，哥哥，这是什么好地方啊？这到底是什么人住的宫殿？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辉煌的一个建筑。而且这里美女还那么多呢。然后尊者就告诉他弟弟说，那你去问其中一个女人你去问她这个是什么地方。然后弟弟就过去了，他去问那个其中有一位女士，那他问说，到底是谁住在这里啊？那个女人笑嘻嘻的说，你不知道吗？我们是在等目犍连尊者的弟弟，他因为慷慨布施，救济贫苦，由于他做善的这些福报，命中以后就会到我们这里做天王。那听到这些话以后呢，这个目犍连尊者的弟弟才知道布施原来有那么大的功德。然后他就是回到人间以后，还继续的跟着哥哥的引导去做善事，更热心的去做布施对。然后故事就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古印度佛陀时代的这个故事哈，就现在听起来都特别接地气。是，对，我觉得现在我们就真的就是身边有很多像目犍连弟弟这样的人对，他因为他也不是修行人嘛，可能也不懂哈一开始，但是他得到这个指引之后的话，就好呀，也挺有善根的，那我也做功德，对吧？因为他哥跟他说嘛，说你要是做了功德，你要去什么救济穷人之后的话，你有无量的那个福报哈。但是他的理解呢，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商人嘛，都是金银财宝一仓库的这种人，所以他以为的这个福报就是更多金银财宝。对，所以他就修了一个更大的仓库来接这些所谓的福报，以为就是更多的金银财宝自己就从天上掉下来。对，我觉得特别接地气这就是一个商人投资心理。对，就形成我做这功德就好像我像今天买了股票，是买了比特币这种感觉，见效。那么之后我仓库多建几个仓库，这些财宝就来了。是你看，因为是商人嘛，对，叫投资心理。或者叫投机心理。对，这个写得很好，很好。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理解还是比较
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吧，比较狭窄，只能想到这个有形的珠宝跟财富，他没有想到无形的那一些吉祥富贵。他就是个商人嘛，对，我投资1块赚回来100，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师父很值得我们给大家就是分析一下哈。其实他哥说的这个无形的这些福报，这个富贵啊。真的就是看不到的这些都有哪些？当然，他哥是带他禅境之中上天了哈，说你死后以后当天王，这个天上的宫殿那比他盖的几个大仓库那都漂亮多了，还有美女如云一大堆，美的他看都没看过这么美的人，对吧？对，这个是一种他看不见的这种福报。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有很多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福报。我觉得很应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对，就作为普通人来说的话，所谓福报就是一切美好嘛，然后就是美好的人生，是或者相对更完善完美的人生。如果说这样的说吧哈，一点一点捋。对，第一个先有钱，对吧？如果你是个男生，年轻男生有了钱会怎么样呢？就娶个漂亮女人，对不对？是的，对。好，漂亮太太有了是不是啊？太太又能生育孩子再接下来就是可能房子、车，这都是财富类的买了个好房子，现在来说买了个漂亮汽车，有一些是一身漂亮的衣服行头，是这是能想到的哈。对你看，老婆、房子、孩子、车子都有了，票子，那人生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平安呢，还需要就是对，没有。咱们假设哈，对，往坏里说，大家容易记住。好，你反差比着哈。我们不要什么行了，你今天投资了这么多钱，是不是？一下赚回来了几千万，对吧？对。现在漂亮的老婆，好房好车，甚至孩子都生好了往坏里说一点，行。5年以后，这个富人撞车死了。哎呦，那人。但是好处是你活着的时候，你有这么多的好处都享受了呀。那如果说你可以再给这个玉皇大帝给这个佛陀去谈判的话，说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对不对？到时候你死了之后会不会后悔啊？后悔。说我孩子还小，我很爱他们，我要照顾他们。我老婆还年轻又漂亮，是吧？我还爱她，是不是啊？你要求什么呢？要求要不要寿命啊？他要多享福嘛。对，好了，好了，就当这个撞了车，完了做了这个噩梦，最后佛说你回去吧，好好过日子，是吧？好好过日子，活过来了。但是告诉他，你呢可能钱会减少一点。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宁可没钱活着。对，你肯定会有这个想法。好，但是钱呢，他没有继续出。完了之后呢，比如说生了1男1女，对不对？对。好了，这个小孩子得重病，也读不了书。现在不思饮食，吃啥都消化不了。给他讲课，他也听不懂。他也有钱嘛。求遍世界名医，就是没用，没人治得了。这个时候他有没有一个新的所求啊？有啊。求什么呢？求孩子一切都好啊。求孩子健康智慧，是不是啊？对。说健康智慧的话，说那你的钱至少有一半你要供养过来没有了你就原来1000万，现在变成500万了，行不行？你掏这个钱，那你作为父母会不会觉得还划算的这个账？划算。好了，500万，我给出去了，当医疗费也好，孩子恢复健康了，对不对？对，健康是健康了，孩子的事儿最多。说现在又吸上毒了，大孩子现在吸毒，我的天，那发愁死了。四处求医无用，连心理医生说我孩子吸毒都没办法，你还找我？戒不了，这个不是我心理医生可以管得了的。说你干脆就祈祷吧，没用，求人没用，医生救不了，怎么办？对，这又求佛了。这佛说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灾祸，但是你要花到多少钱呢？你要捐出
你的所有的财富你换不换？觉得对于你来说，觉得这换了，这个都让他少吸几口，是吧？别给他全戒了，这样的话我出80%我的财富，你会不会有这个交涉？那多少钱也抵不到一个孩子的命贵呀。命和健康。对呀。对吧？那你吸毒呢？他废了。就废了，还是对不对？对呀。你只是养着一个活人，叫活废人。对，而且哪一天死不知道。而且会败家的。对。因为这个吸毒的人哈，就和赌博的人非常类似。是的。你看赌博的人呢，他把所有亲戚朋友同学钱全借光了，对，最后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对，但是他毛病也改不了，对不对？对。吸毒比这个还厉害。对，只要就是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有了这个父子二人身体健康的话，还可以再挣钱，好，重新打造。佛说了。说佛，求求你给个出路吧。说，你把你90%的钱全部捐给我们的道场，行不行？行，这是个出路。出路，你只要支票一写进去是真的话，你的孩子第2天自己都不想吸毒了，开心吧？对呀，对吧？咱有个健康的身体，还能挣钱呀，咱可以去挣钱谋生啊。对，对，说钱没了，获得全家人健康平安幸福，对，值不值得？值得，对，但是你看刚才说的健康、平安、幸福、长寿，这个都不是眼睛能看得到的，都不是这样像具体的财宝堆到仓库里的。对，所以咱们华人过去哈，像我们到那个新加坡，尤其是有一栋大楼叫做福禄寿，你们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吧？对对对。咱给他做过广告，福禄寿哎，那个福禄寿，咱们分析一下哈。好啊。这就是宏观笼统压缩了的、浓缩了的人生美好这个福，我先理解的，福的下面那个字叫田，就是种田的田，对不对？这叫什么呢？财产，有家产。对，就是财产，家里有财产、财富，对不对？有钱花，不差钱，对不对？对，这不差钱的人就是有福。是好了，你有钱，像我刚才讲了，没孩子，你老婆就生不出来，没福。这时候这个福的话，就光剩下田了。对，旁边那个衣钵传人没有了。对，上头还有个口呢，没有人吃饭，对不对？再接下来一口都没了，对不对？比如如果只剩下你一口，一个人一口饭一亩田，你还叫福吗？光棍儿都那根本就不叫福了，那个字儿重新得改写了的，对不对？对，它就不是福了，是，对不对？全家没人了。还有说你有钱，孩子不走正道，有福吗？没福，对不对？你看，所以光有钱，有了这个所谓的有钱就以为有福了，那个真正的福气是一种幸福感。对，这个幸福感说，我既有钱，完了之后夫妻还和睦，对，老婆还生孩子，还花样生，又生男又生女，对，还这孩子又健康，哎，又聪明又智慧，对，还要成才，对，所以但是有一个东西哈，有些老头子自己把握自己的行为，勉强还可以，你又学佛又学道的哈，是，还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你在培养你的孩子的时候，孩子接触新事物，他随时走歪，任何一个孩子随时变成一个歪瓜裂枣，那就是一天的事情。对，就是很多这个名门望族里边也是出了很多败家子啊，那无数个呀，对呀，哎呀，那老爹也管不了啊。对，所以每个一个超级富豪，就是纽约有个什么广场那个，叫啥4个字儿，那个叫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先生，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他给他孩子写了家书100多封信，对，其实嘱咐孩子怎么做人，对不对？人生不容易，要好好的。艰苦生活，拼搏努力，多动脑筋，勤俭持家等等的这个优秀传统，对不对？他其中有一篇内容，我看了是怎么写的。他说我是特别生气、瞧不起的一帮败家子儿，就是第2代、第3代的富人。在那个时候也讲这个，富2代、富3代。比如说爷爷和爸爸拼命努力去赚钱，对不对？但是他们赚钱的原因是因为太穷了。对不对？还有很多爸爸是酒鬼，或者爸爸早就死了，那没人养他呀。最后当有机会的时候，拼命努力赚钱，赚钱并不是错误，所以才成为富人，对不对？
可是儿子或者孙子接了班之后，他说经常在告诉他的，他说有一次啊，他去洛杉矶出差，啊，有一个人介绍说，这是我们本地的百万富翁查理先生。但是他隔壁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大官告诉他，先生，其实他爸给他了1个亿，10年之后他变成100万，10个亿变成100万，啊，超级销金士啊，说千万别跟这混小子合作，知道吧？还不够他倒霉的呢，是不是啊？人家富人都不赚这种人的钱，说这根本就是倒霉蛋，他的身上都是往下走的阴气，对不对？有巨大的财富都变成了水沟啊，啥都没有了，是不是啊？销金士，不和你合作。说他最瞧不起的是这种人。还有的说他现在很贫穷，在乞讨要饭，是什么呢？说他爷爷是曾经这里的百万富翁，孙子在路边乞讨。他说这些我1分钱都不给他，说让他尝尝挨饿的痛苦滋味。是啊，败家的嘛。对，嗯，对，所以我说这个福禄寿，这个光一个福字我们解释不完了。对，多少人是不是啊？人口还有，但是把田地弄没了。是。就用这中国人那个福嘛，把那1亩田弄没了。1亩田没有支撑嘛哈，上面的口和一横都没了，没有了财富，家破人亡。对呀，所以你看，这些都是这个福，就是很多是眼睛看不见的呀。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个穆建连给他弟弟讲的就是那些无量的福报哈，包含了所有这些福禄寿健康的，那古人说的禄哈，中国的福禄寿嘛，对对，禄就是铁饭碗、金饭碗。哦，过去讲就是在命相之中也讲说，一看这个人的长相说，哎，有食禄，还有的就有福禄，还有的有官禄。官禄，对，有官禄就是很大权力的，在政府会雇佣你成为局长啊、市长啊、省长啊，是，这叫官禄，是吧？说官禄很大，啊，食禄很大，说这个将会成为很有钱、很有权的人，对不对？这个禄哈，就是拿到一个来钱的金饭碗，其实包括今天，你爷爷也好，你爸爸也好，开创了一个赚钱的一个行业，咱说的低一点哈，比如说你开了一个这个某种一个餐馆，比如说就做小笼包做的特别好，大家人人都爱吃。好吃又便宜，对不对？对。到时候一到这个开饭时间排着队来吃，所以不会发大财吧？但是1年你使劲收。前2天我看加拿大一个 YouTuber 哈，就拍这个视频的一个人，一个博主，他采访一个华人哈，移民到温哥华附近一个岛上，他接收了一个花10万块钱接收了一个小餐馆。这个夫妻俩带着2孩子，加上他的老父母哈，一起来帮着经营这个餐馆，1年挣150万，纯利润。你说巨富就不多吧哈，但是1年收入超过100万，那个10年呢，你不就千万富豪吗？对，有世界上有多少千万富豪啊？是不多，对不对？是。但是他每天在干嘛呢？他可是在中国的高材生出身啊，是吧？那当年弄 IT 的、写程序的，是吧？弄公司上市的人，现在在搓油条、搓面条，是不是啊？炸果子，什么炖肉、炖菜，就是这个。是。1年一家人忙忙活活下来100多万，加币呀，那可是很值钱了，很好啊，至少形成120万美金呢。年收入厉害吧？厉害。所以这个。如果你一直做的挺好的，这样顺下来，像他说孩子接班这么做，你觉得好不好？好啊。你在外面打工能挣多少钱呢？对。你就是学得非常好，1年最多10来万美金，对不对？对。你这个呢，全家人都一块儿在挣钱，连你爷爷都80多岁还在那继续挣钱呢，帮着收筷子、洗碗，一样在帮着家人挣钱。你看，是很好吧？很好。
对，所以这就叫禄。他这个就叫实禄，是吧？实禄啊，实禄，所以实禄亨通的话，都是富人，不敢说叫巨富哈，绝对不愁吃穿，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康之家。这有房住，有存款，啊，什么都有，家里什么都不缺，但是人干的还是洋洋自得的，挺开心的。对，所以那个人问这个老板说：“有成就感怎么样？你还会继续干下去吧？你还会继续干下去吗？”其实每天也挺辛苦的。他说：“我仔细想一想，我一天不是不辛苦，但是我的这种幸福感呢，对，我就没有了疲劳感。你看，这个讲的就是福。对，这个我有这种幸福感，我就没有这个疲劳感。是的，所以我每天我都12点钟晚上才到家。”我5点钟起床就到餐馆来准备。是。他说我没休息过一天哈，他干了4年嘛哈，就是天天赚钱，赚得很幸福，所以这就是一个实禄啊。所以有实禄不简单了。不简单。哎。多少人找工作找不到啊？那这个我就说创业这个男生哈，他父亲是个医生，帮了很多人。哦，你看有功德积累传承。对，有功德呀。人家采访他的时候，人家没说功德，不懂得这个哈。啊。说哇，你爸爸是医生救人的，你应该从医呀。他说我学的是 IT 类的，就是电脑科技类的哈。但是为了移民加拿大呢，所以有人介绍要投资移民，做一个小买卖。对对对。结果他觉得那个人给他说这个项目还挺实在，是。但是远离大城市，对，没关系，只要是能够挣钱持家。养活家人我就幸福，是。结果你看他追求不高吧？不高，反而踏实的高收入。这叫禄。这是福跟禄都解释了。你看咱们在美国硅谷的有同修的先生，超过了50岁，对不对 ？IT 男已经都失业了，没人雇了。是50岁的做这个电脑电子的行业的哈，就是爷爷辈儿的，没人要的。是。可是。人家经过佛陀保佑来点灯哈，点完灯之后，大公司请去，1年几十万。对，这叫什么呢？大实禄。你看，他只是负责管人就可以了，1年几十万就收来了。是，这个可不是，我说真让我惊讶到了。有很多38岁那个失业了，尤其是做 IT 行业的就没人要了，对不对？对，人家都50多岁，快60了。还人要，还完了还去做高管，对，1年给几十万美金。他还收到好几个大公司的那个那个 offer， 他还挑了一个最好的，还挑最好的，对不对？这就是佛给他一个大实禄的机会，对不对？所以福禄就一定还有一个禄叫做权力哈。因为做官的他有权力，除了说有金饭碗啊，当时大公司或者大政府给你钱嘛哈，还有一个权力。有权就有钱的。我想起来，那刚才就是那个穷小孩儿，他后来当了城中第1长者，后来又当了大臣，他这个路就很厉害哈。是，那当然了，那就是要啥有啥。对，要风有风，要水有水。是，那这真是如鱼自得呀。所以成为长者是名不虚传呐。对，这福禄，再就是寿。对，我刚才讲了，说今天给你钱，不用多了，10年以后你就死啊。还有一个，我放弃这些钱，再活上50岁，你选哪一个？再活50岁。你看，咱都会选再活50岁，对不对？对呀。所以说，这个真正一个福气的话，就是又有钱。儿女还要贤孝，还争气，还很好，对不对？夫妻还很和睦，还这一生不愁吃穿，对，不经过什么大灾难，对，别进监狱，别遭车祸，对，别遭战争，对，还有呢，吃饭的钱永远不断，还有长寿，对。但是还有一种长寿法，躺在床上动不了。那可躺到后背屁股上都露着骨头了，那叫遭罪，那叫活受罪。有的人一躺就20年，比如说有些人高位截瘫，从胸椎以下都连知觉都没有，大小便永远是失禁的。那你想，他这一生怎么过？活受罪20年、30年，对不对？有些人说家里有条件还能有人伺候你，对不对？有些没人伺候。人家像兄弟姐妹大了都不自己去谋生嘛，谁伺候你，对不对？对。那你躺在床上会怎么样？太惨了。我有无数次想死的心一定会升起，对不对？那也死不了啊。悲惨吧。嗯。想上吊，连那个力气都没有。对呀。
就没机会，死也死不了，活得很痛苦，对，对不对？所以福禄有在福的基础上的寿命，有的有福的基础上有禄有权利，在福的基础上儿女贤孝，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对，就像师父说的，就是说，就老了不用人伺候，对，哎，这是一种福跟寿的这种体现。是，所以这个寿，这里指的是吉祥的寿啊。对，哎，对，这个吉祥的寿当中是健康的活着，我活到100岁，自己还能煮饭，是，自己上下床，保证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对，上下楼梯像年轻人一样，哎，这个才是大福气啊。对。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中国人所追求这个福禄寿是人间极致的美好啊。对，但不容易呀，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所以想做到这些多难啊。对，所以要好好学啊。所以其实对，所以这个故事就是目犍连尊者跟他弟弟讲的，就是这一层关系，你眼睛看不见的这一些，对，不光是仓库里的金银财宝，对，你要平安幸福、健康长寿，儿女什么啊，对吧？孝顺啊，事业传承。从佛学来说哈，目犍连是给他哥哥介绍的，这叫绝对长寿之道。对，那是超级福禄寿。对。你想在人间哈，哎，你要有钱花，各方面还都不错，你撑死了活100年，对呀，对不对？对，活到120岁的极为罕见，对不对？对，就是那样，你也可能也走不动路了，脑子也不清醒了，对不对？是，但是在那个6亿天呢，那老长了寿命，大约6亿年，是不是？车撞都死不了。也没车撞，那没车撞他也是，对呀，对不对？一切天天都是幸福的，对，对不对？那才就是绝对的福禄寿，超级长寿。是的，他是介绍这样的一种超越我们这样的一种理解力的，超越现实的那个生命和世界，对，超越物质的这样一种是。所以其实目犍连他给他弟弟讲的是如何真正的得到这个福禄寿，而且还如何真正保住自己的财富，对这个求生之道了。是，他这样布施之后对，他换回来的绝对不仅仅是财富，没错，是真正的大福气、大寿命，是的，大智慧，对，以后一切的美好，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中心思想，这是我们要去领会的。就在人间来说之后，既要长寿，还有钱花，对，是不是？夫妻还要和睦。还能找上好的对象，孩子呢都能走正道，未来还能事业有成，还能够呢福禄传家，哎，是这才是真正的超级福禄寿，就是人间可以理解的。是，所以这个福报，而且还是不光是在今世，还有在未来世，对，是这样，理解了哈，理解了，感恩师父，对，哎，好的。太好了，这个故事我们就听明白了。就是这个供养的功德都非常的大，我看我们的网友也有留言哈，就是说，现是有一个晶晶，他就说呢，他说他现在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出去开车办事儿总是有舍不得加油，但是呢，每次要是出去帮人办事儿的时候呢。去做帮人的事儿的时候呢，就发现油箱里的油特别的省，他经常看他的油表嘛，有的时候跑了很远的路，油表都没什么变化，就是这样，对而且他也为妈妈供灯啊，为爸爸供灯啊，供养啊，爸爸妈妈都是比较健康平安的，非常感恩师父。真好。对。那我这里呢，也借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哈，给大家。会介绍下一个故事，这个剩饭供佛的老奶奶，在佛陀时代，就是佛陀释迦牟尼时代哈，就是2600来年之前的时候，那么其中有一个这个城，在那个时候就国家概念不太明确，就一个城，这个城中这个城主也叫国王吧。他信奉的是他原始的这个印度教之中的一个宗派，那么是这个国王呢，
受这个一个外道大师的挑拨离间呢，就说佛陀的坏话，之后让这个国王呢对佛陀非常产生了误会。他在没有调查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的就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法令，就是如果谁去供养佛陀，或者是去听佛说法，要罚款，甚至是严重者哈，只有煽动别人也去供养做这些事儿的话，就抓进监狱，绝对会惩罚你。那佛陀知道这个消息，佛陀神通广大，这些事早就知道了，但是佛陀还是爱众生啊。其实冒着在人间来看的话，冒着个危险，就是人家这国家的国王是反对你的，完了之后你要去干嘛去渡人之类的。佛陀不管，说有一天就感应到说有人要渡，我还就要去反对我的这个国家去。带着徒弟阿难就去往城里去化缘去了，其实就是渡人，拖这个钵。这俩人走啊，绕着城市可走了一大圈了，从上午去，下午太阳就要落山了。他走过的地方因为是个城市嘛所有的商铺啊居民见到这个师徒二人来的时候，他们赶快就关上门锁上窗，就躲避生怕自己被国王惩罚，生怕这个没有脸去见这个佛，这怎么弄啊？也不好意思，就关上门躲起来。这佛陀没办法，敲谁家的门你都不开走这一天的冤枉路啊！几乎这一天下来，那天也特别热，哎呀，那天贼热贼热的艳阳天呐，晒得地上都冒火。可是这个师徒二人呢，一滴水一粒粮食都没吃到嘴里。眼看太阳偏西要落山了他转了一大圈子，要接下来走出城门了，要到最后一家，有现在咱们说一个老奶奶正在往外倒垃圾类的，端着个盆子。这老奶奶一看，佛陀二人走过来，这老奶奶立刻就露出惊讶和喜悦的这个面容。哇，这就是传说中的佛呀！哎呦，我太喜欢了，我好感恩，好恭敬啊！就立刻油然产生了那个超级的恭敬心。有恭敬心，他就想去供养。但是他也是个穷人，他是正在他的工作这一家的形同就是佣人保姆，就给人煮饭的。等人家主人一家人都吃完了饭之后，剩下的饭菜就要倒掉，每天吃新鲜饭的这个富人家要倒掉的时候就看到了佛，所以手里端着这个一碗剩饭呢。这看到佛就走近了呀。佛一看这个有缘人终于见到了，佛陀走向跟前。这老奶奶看见佛走到跟前之后说：“哎呀，我特别想供养您呢。”眼泪就下来了。为啥我很难过呢？我自己是个穷人，我没有一个像样干净的食物供养您呢。阿难跟着饿坏了。阿难说：“你现在有啥就供啥吧。”说：“不行啊，这是我家主人吃剩下的饭，怎么能供？是不是佛菩萨呢？那不能用这个供啊。”阿难饿坏了，没关系啊，你现在有啥就供啥。其实也许是我们正需要呢。这老奶奶说：“不行吧，这个是一种亵渎吧？如果来供养您和佛的话，这个我不敢了。这个是我怕是有亵渎之罪我怕死了下地狱的。”说不会的，你有个真诚的供养心那就是哪怕什么都没有，是一番心意，你都不会下地狱能消除你十大劫的过去的一切的业力所以何况你现在手里有这些饭食老奶奶说：“真的吗？我能用这个剩饭供吗？”说：“可以的
哎呦，这个老奶奶真是颤巍巍的流着泪啊，很恭敬的把这一碗剩饭倒进阿难这个钵里头啊，哦，来供佛嘛，真的感动的就跪在那儿哭啊。哎，佛非常了解他呀，哎，终于遇到这位最这个真诚善良的老奶奶啊，这是真正的有缘人啊。对，佛陀一看，哎，这个碗剩饭，看着这个慈悲的哭泣的老人家，哎，佛陀立刻就放出了那种神奇的五彩光，完了微笑着对他说呀，说，你猜猜我笑什么？说您说说看。我跟你说呀，这老奶奶哈，虽然这一碗剩饭来供养我哈，那她将于未来的15劫都在天上享受一切最美的安乐。那在这个安乐享受尽了之后，她还会修行成佛的，在未来还是成佛的人啊！哇，太好了！哎，你看看这一碗剩饭，供养的功德，这个供养的功德是如此之大。对呀，咱比如说那个贫苦的小男孩供500钱，这个功德要大多了吧？对，他15劫是多少年呢？都没法算了，数不过来了就光年了。对啊，15劫就多少亿年了？而且后来还成佛，你15劫可能800亿年，就是这样。享受这个就是天上最美的安乐状态，是就是这样的大富大贵。对，师父，为什么他这一碗剩饭有如此大的功德呀？你想嘛，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哈，他的国王下了命令，对，不可以供，是吧？谁要供佛和他的这个僧团，甚至去听法的话，都受制裁的。对，所以佛在那里转了1天呢，没有化缘到1滴水1粒米。快要失望的离开这个城的时候，他遇到这老奶奶。这老奶奶这是唯一的一个供养人，但是这个供养人手里头是他的主人吃剩下的饭。这个时候，如果佛他可以随时化身在任何一个这个宇宙的世界哈，就是他在人间世界的时候，他就感同身受的一个人这一天已经非常饥渴了。是，尤其是作为弟子阿难，还是个人身哈，对，就非常理解到说，我肚子咕噜叫的已经多半天了，对，我早已经饿得两眼冒金星了，你就别客气了，你应该赶快把饭给我，我就先把它吃了再说，都饿坏了。就佛陀感同身受到这个程度哈，对，因为没人供养，大家害怕供养，对，害怕这种有巨大权势的这个国王，这个政治势力带给我的打压，是不是啊？但所有人都自保啊，见了佛来就是关上门锁上窗。对，其实这个老奶奶她等于是顶着犯法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其实就形成一犯法，是非常勇敢的，对呀，对。所以在挑拨离间的人说佛那是邪教，佛呢就是邪教主，对，那你供养他就供养邪教主呀，对，那你要被惩罚的呀，是吧？但是这些大家都是这个国家的子民呐，谁不怕这个国王的权利呀？对，所以人人见了呢，赶快就避开。对，别惹这个是非。你看那个时候跟现在也是一样，有的时候这个民众的舆论哈，对，好像是就是一边倒，但实际上它不是真理，是错的。对，甚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法律都不一定是真理。对，对，它某种政治势力和政治的谋划哈，对，当中见不到真理。是的，很多你看到今天这个新闻报道是这个事儿，实际上不是这个事儿。没错，对不对？对，你比如说这一次水灾。报道死了3个人，说不定3000个人没命了，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政治，他考虑的方面比较广，对不对？对。所以因为他的需求，我报3个人还是3000人还是3万人？对。根据他的政治需求，对，来决定死亡的人数。是。但事实上，死亡人数就是3000人。对。我们只是举个例子来说。对对对。所以呢，但是你是这个国家的民众呢？对呀。这个国王的权利呢？是能控制你啊，是，大家不得不低头啊，是，对，
所以人人啊避而躲之啊，对，怕惹火烧身的。对，但是这个老奶奶呢，她还是心中的这一份真诚哈，这种真知灼见，还没有畏惧，对对，她还是站了出来。她只是担心害怕的是，我没有供给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只是个剩饭，我都不好意思供。他是很想去好好供，对，哎，也因此在这样的一种的非常艰难得到供养的情况下，老奶奶供了一碗剩饭，就得到这么高的一个回报，对不对？对，和供500斤的小男孩比，谁果报更高啊？这个老奶奶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小男孩他在的这个区域这个环境呢，是供佛的环境，对，是顺境。因为国王也信佛，民众也信佛，你供来他供，对不对？对对对，谁都供，没有危险，他只是贫穷，对不对？对。这你看他获得的果报就是超级巨富。对。老奶奶呢，顶着这个政治压力、灾难、迫害、牢狱之灾的危险，顶着牢狱之灾，顶着和他的国王作对的这么一种。这个一个冒险哈，是的，来供佛是，哎，所以他呢，虽然供的东西并不多，对不对？和500钱比那差远了嘛。这个是佛陀和阿难2个人去的，所以才1碗饭嘛，就是得这1碗饭就得这么大的一个善果哈。对，就是因为他这个背景，这个时空和政治环境背景不同，这个东西是有灾难的呀，对不对？你看那小男孩，他供不供500斤，他没这么大的灾难嘛，所以他就不一样。是的。所以在这个危难之下见真情哈。对。对，这个在危难之下还能供佛的，说这个人功德更大，本身就是巨大的功德。对。对。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发心和信仰哈，就立刻就消掉了可能罪业，千万劫大罪。对呀，所以他很容易就成就了。是的就是这样的。感恩师父的这个讲解，对，所以和小男孩他的整个时空背景完全不一样。是。对，逆流之下哈，这个显出这种表现的这种真挚的话，他功德大。对，我再总结一下哈，你看小男孩当时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说，哎，我可能供的比小男孩的500钱还多，为什么我利益没有那么大？是因为小男孩是不仅叫倾其所有，他根本就没有，他去创造，用自己的体力苦功去创造了这些钱，还拿出来去全心的供养，对，所以他的功德大过于我们有钱的人拿出了一部分的这样的这种心态啊。那这位老奶奶呢就更不一样了，那小男孩还是在顺境之中哈，社会舆论也好，还能够亲近佛陀等等哈，所以他就是供佛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大家都赞赏的行为，而老奶奶她面对的是冒着法律风险，冒着坐牢的风险，但是她坚持她的这种信仰，坚持她的这种真理哈，真知灼见，她能够去做出来，唯恐自己做的不好不恭敬，她的这份心就是更难得的。所以我们这样层层这样来比较哈，对，哎呦，今天真的读得很明白了。所以他们所获得的那个成就跟那个后来就不一样，对，都是他一个诚心的一个分别，而且还有这个老奶奶一点所求都没有，是，没错了，没有丝毫的求，小男孩还有求呢，对，说我要去天国，对，虽然那是正常的求，对，老奶奶唯恐说，哎呦，我都不好意思拿这个剩饭供，唯恐自己不恭敬，对，唯恐不恭敬，对，他不但忘掉了法律的惩罚哈，是的，哎，还生怕自己不恭敬，对，还毫无所求，毫无所求，不求回报，这是最高的，反而功德最大，对，所以供养的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心，是的，对不对？表面的财物哈是占了一部分，对不对？但是他的心，才是真供养，太好了，所以获得的这个福报就大。理解了。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佛陀呀，其实那他为啥就不到那个顺境的地方去画个圆？那多容易啊！也画啊，在顺境的地方，佛不用出门。
就说呢，人们会排着队来供养。来供养，他只是说哦，我去你家应供，对吧？就像刚才小孩那个似的。那佛陀为啥还偏偏跑到这个法律不允许的、国王抵制的地方来化缘？不是自讨苦吃吗？这才真度的是真修行人，是有大福报的人。应该说佛陀有感知。在这个城市之中，至少有一个人是可以被度化的。在这个时空下，所以其实佛陀他也不是需要那个食物，反而他是来借此度人的。他所在的前一个就是正在住的讲法的这个国家是这个等于国王和这个国家最富的人在供养他，对，再加上百姓排着队供，是的，所以佛陀在那儿没有经济问题，不需要为经济担忧，所以佛陀是故意到这样的一个反对佛的这个国家来度化这里的真正有缘的这个人，在逆境之下，还有一种恭敬心的，还有这种佛缘的人，这是这超级难得。对，难能可贵的。对，这才是真正的珠宝啊！真的，所以我看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们菩提禅修师父有一句话说，我们的道场都是选佛场，是觉悟宝地，真的是。所以其实也是能够到我们菩提道场禅堂来的人，也是其实在被佛所选呢以后也是未来的佛是真的是有大成就的。那我想这个人可能也是我们猜测的，这个老奶奶可能前世曾经做了一份。从用心做了一份大功德。我说这个大功德也不一定是花了多少钱多少地的事儿就心真心的。曾经就有这种愿望。说有一世见到佛像，就是说我好喜欢。有机会我一定要供养。那么这一次，他看似有机会，但是又生错了国家。对，其实也正是天地在考验他。对，就把他放在一个反对佛陀的这个国家来，对，那佛还是不放他，就去度化他，又给他选出来了。对，这个人无所畏惧。对，但是咱们以此类推咱用人的心来考虑，是他在这供佛，邻居如果有看到的话，一举报他，国王会不会惩罚他呢？会吧，甚至接下来他就没有工作了，是入狱了，可能他的主人呢？会把他赶出来了，赶出家门，又没有了工作，还得抓进监狱，都是有可能。对不对？对。但是他此生此世，他也许会关2年，死进监狱里头，死到监狱里头。但是他获得呢是永生了。是的。对。所以这个是，如果在人间这样思考的时候，后头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猜测我觉得伟大就伟大在这里。对。而且这个功德还是要跨越到这个一生一世来看。对。所以这个我想起来都是比较低的这个事儿所以那个在那个网络上有一个人呢，这个是个真事儿。他呢是家里头的兄弟3个人嘛，兄弟3个人各学不同的手艺那么尤其是他们家这个。老2老3都学了点手艺呢，挣了些钱，挣了钱就回家乡盖房，都盖成像2、3层的这种别墅楼似的村里人都挺羡慕，说这个兄弟俩好能干。说大哥呢，大哥学做买卖，赔光了，说挣了100万，说要做更大的，赔光了，说赔光了就传说中说，不敢回家乡。说据说老婆都跑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他大哥呢挣了钱之后，又做国际贸易，又出国了，所以呢他们没有见到，不知道大哥怎么样。但是这个大哥呢非常知道他的兄弟们之间这个关系不太好，所以大哥都不说实话，也不跟他往来，自己努力去干自己的。都结了婚成了家，那2个弟弟都不太买他的账，他只管谁有钱我和谁是朋友，没有钱就不是朋友。好，大哥呢钱挣了很多呀，
但是回家乡他就想着给家乡兄弟和村里头多做些贡献。但是他旁边有一个谋士，就是说你家乡的人那个情况我是知道的，我给你提个建议，就像投资一样，不要盲目的。你能不能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穷人，说我做买卖赔光了，穿的破衣烂衫，是吧？这些道具我们帮你准备，你连个手机都没有，是吧？看看这7天以内有没有人招呼你吃饭，谁对你好咱就帮谁。这大概一听觉得他就是你贵点的多，我觉得也还是合道理的，那咱们就试试看。哎呀，真是啊，那个高级车也不坐了，他那个下属就是花一个重金把一个乞丐的衣服拿来，完了之后身上又涂油污之类的，涂得乱七八糟，这得像真的，头发弄得脏兮兮的，往土上抹了多少次，把那个乞丐的衣服穿上，他真得走了10来里路回了家。他只是给他的下属约好了1个礼拜之后咱们在哪见，提了个烂袋子，像买菜那个袋子，一脸的油污，回了家。先到大弟弟家敲门，大弟弟不认他，最后不得已了之后说不行，你得管我呀，我没地方去啊，我住你们家狗窝行不行？说那也不行，说我们家的狗都比你贵，都比你值钱，滚出去。那完了再到小弟弟家，小弟弟更狠，说你再不走出去我就报警，我把你赶出去。那么原来他在这个村里读书的那个最好的同学家，同学把他赶出来。最后村里头也是个老奶奶，说不管怎样你是我们村里的人了，我看着你长大的，是吧？你在外面发财了你可以不回来，但是贫穷了你就应该回来，这应该是你一个疗伤的避风港，是吧？孩子到我家去在咱家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农民都是这么说话没事住多久都可以，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不定有一天一日，是不是啊？佛菩萨对你好的话，你可能就翻过身来了，没关系，我们认你是一份情，而不是认你的钱，你就住我家吧，好吃好招待。我说农民嘛，就炖肉还有烧酒喝，她老公吃啥她就吃啥，很棒吧哎呀，这个就感动啊，但是晚上就哭啊，说我的亲兄弟都不认我，把我赶出来，爹妈都不在了，我这漂泊了这20-30年，钱是挣了，但是人心呢，对家里这份情感呢，这个情放不下，所以我的人心是并没有看透，但是并没有让我寒心。这个村里头这个老奶奶其实和我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但是这番话是绝对真诚的，他就看上这个老奶奶了。而这个老奶奶有个傻儿子，才了解这个傻儿子能干啥，就能放羊没关系。所以7天以后他的团队来接他，所以他这个总经理问怎么样啊，你那个有没有不错的人？说有啊，就是老奶奶家，他的傻儿子就放羊不聪明，读书不行，所以从小就放羊。说行，咱们就给他开一个养殖场。说不会管，说咱替他管了，好玩吧？因为人家已经是亿万富豪了，所以这个人世间这个事儿吧，就说来给大家增加一份参考。对，感恩师父。对，所以还是一个人的这个品德心中的这种真诚、正念、正信最重要了。对，好的。所以就是在功德方面莫因善小而不为看似一个很小的一个慈悲善良的举动，其实是功德是非常大的。我记得
在佛经故事当中，还有一个故事是讲曾经辉煌一时的阿育王，是不是啊？他把整个他像秦始皇一样，把整个印度统一了，是他成为大皇帝，对不对？是，那不叫富可敌国了，那当时是印度最大权力、最富贵的人，对不对？对，大国王。他为什么成为了这个大国王呢？就是他小时候遇到佛之后，他要供养是一个孩子嘛，人家都供养很多美食，对不对？一个孩子也不懂，对不对？说我现在没有美食怎么办呢？他当时地上有沙子，他拿那个沙子装到盘子里说：“我这个呢，当成粮食一样供养佛哈。”是。佛说：“你将来大富大贵。”结果就成了转轮王的这个阿育王。对。但是又是供养的，因为不是食物嘛，代表的食物就是沙子，对不对？所以让他变成一脸麻子。但虽然一脸麻子，成为当时叫世界首富，是成为最有权力的人。对。所以这份真诚的供养发心这一个种子就像参天大树，长上100米的大树，对不对？对。可是就是来自一粒小小的种子。是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要借沾佛光的话，我们一定要去咱们的道场是去浴佛，是这个其实沐浴的是我们的心灵，对不对？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亲人心中没有污垢，人生没有障碍，事事都是如意吉祥，出入平安。所以浴佛并不是真正的去给那个佛像去洗浴，而是洗浴我们自己的身心。佛像不需要我们洗浴，它本身是洁净的。我们借浴佛这个形象，其实是沐浴的我们自己呀。那你沐浴了佛之后，佛就在你心中心中有佛，未来做佛呀。哎呀，你看这种感觉，妈妈带着孩子来浴佛的话，这个孩子未来能不取得大成就吗？对呀。对。那我们在这个浴佛节的时候去做供养也是这样，不管是供花呀、供灯啊、供果呀、供钱财供这些其实也是，其实佛也不需要这一碗饭，也不需要这一枝花，人家什么都有。但其实我们的供养是为自己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对。所以呢，我们的机构呢，就说给最初与佛有缘的朋友或者经济并不宽裕的朋友，有很少的价钱就可以供佛。对。供佛一盏灯，供佛一朵花。对。才几块钱。是的。对。我们善良的种子。对，我们先说，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网友同修们、亲朋好友们在本地你所居住的地方有菩提道场的话，就到菩提道场去参加这个浴佛节的活动自己亲自去浴佛做供养那如果不方便呢，或者说网络上我也要多做一份呢，就到我们的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来佛前一朵花，我们供一朵花仅仅是$8的这样的一个微薄的一个贡献，但是呢，这个也是为我们的未来种下一颗吉祥的种子。对。对。那还有佛前的供灯，一盏灯呢也是从$10起那我们今年有推出不同的灯种，那看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还有按照自己的诚心、自己的经济能力来做最恰当的选择。其实都是一分供养，万分回报。对。所以呢，今天呢，借佛光给大家讲述，能够非常启发人心，启发我们心灵当中能有自然恭敬的在佛前能献上一朵花，是献上一点真诚的那个心未来的果报将是巨大的，无量的。是的。其实我们此生不求富贵，但求大家都能够吉祥平安。对。对。再能够有的更多的回报的话，是能够求子孙贤孝，对，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是的。为啥这样讲呢？多少年轻人不走正路走着走着就歪了。因为当今这个末法时期各种的歪门邪说特别多，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就误入歧途。
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节日来的时候，你的一份发心是带着儿孙一起做这份供养，做这份浴佛的这样一个慈悲的行为在你的孩子心中种下一颗佛陀的种子的话，哎呀，那真是富贵吉祥、尊贵无限的。是的，对。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网友刚才写的真的挺好。这个伊丽莎白她说，2023年参加菩提禅修并开始供灯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遇到了心爱的丈夫婚后迎来了可爱的小孩。2024年呢，我将黄财神请到店铺，不仅找到了优秀的员工，店里的这个销售额也从5位数升到6位数。生意兴隆。2025年呢，我还顺利请到了女佣，生活更加轻松。由衷的感谢师父的指导和禅修的加持，让我感到满满的幸福和顺利。多好呀！对，真好。恭喜他。那还有这个 Kitty， 他也说感恩师父。2023年呢，母亲为我点灯祈求姻缘，1个月后我就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后来才知道她也是在法会点灯求姻缘的。我俩一见如故，很快就步入了婚姻。那旅行前呢，每次都会点灯保平安。途中呢，妻子2度摔倒，但是都没有大碍。后来还发现已经怀孕了，整个孕期呢也有一点那个危险，但是每次都是通过点灯祈福都平安度过。那宝宝出生以后呢，会做噩梦，点灯以后呢，也是逐渐安稳了。感恩师父加持，婚姻、家庭、事业都顺利，佛光普照，有求必应。你看多好呀！就是福禄寿啊。对。然后这个Royal Asia 也是，他说师父好，感恩师父和佛菩萨的加持。儿子呢报考医科，需要应付多轮的考试和面试。当时不晓得该怎么办，还好菩提禅堂的师姐提醒我要祈请药师佛，还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还有师父您的佛光加持。那么我就给儿子塑药师佛金身，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金身，还有供灯给师父。非常感恩师父和佛菩萨，儿子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了。真是恭喜恭喜啊！对喜事连连真的。对，借佛光改我们的命运是的，让我们人生做得更好对，非常感谢我们各位网友来支持我们整个大团队通过网络的平台来做利益众生弘扬佛法的这个机会是的就能够来到这个语书房做这个赞助的所有的朋友功德对，我祝福你们呢每一个人的全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如意吉祥，儿孙贤孝，事业昌盛，出入平安，佛光普照。对，今天直播也到了结尾的时间了好，那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下一期的直播时间，就是北美温哥华2025年5月10号晚上6点，亚洲台北时间是2025年5月11号早上9点。对，下期的内容非常精彩，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听一听，如果听了可能会救你一命。我不是做故弄玄虚的人我是个实在的人，你听了就知道了。为了不透底你一定要来听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下次直播再见。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
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